皇后娘娘，二公主之伤，双腿经脉尽断，骨损入髓，臣无能，公主的腿救不了了。荔枝，退下吧。太子殿下驾到！你这店里怎么总是这般死气沉沉的药味，连个熏香也不点？皇兄金尊玉贵，若闻不惯这残废的药味，大可不来。你这脾气真是越来越古怪了。姑好心来看你，你倒像个刺猬。呈上来，这些都是如儿特意让姑带来的。这牡丹是如儿清晨亲手在御花园为你摘的，说这花开的喜气能冲出你店里的药味。还有这张鹿皮，是如儿昨日在春猎上拔得头筹的彩头，他一得了赏赐，立刻就说要送给你，让你垫在轮椅上，免得初春贪凉。多谢皇兄跑这一趟。你该好好谢谢如儿，她作为皇长姐，自你受伤后总惦念着你，什么好东西都紧着你。是吗？惦念我不能外出，还是惦念我这辈子都站不起来，只能像个废物一样仰人鼻息？姑看你是魔怔了，你看你现在整日阴沉着脸，哪还有半点小时候天真可爱的样子？这话听着真让人厌恶。人落到我这般连站都站不起来的境地，你还要我谈什么天真，什么可爱？你看你又这么多心，如今在你面前，姑是连说话都得小心斟酌了，生怕哪句话又刺痛了你这脆弱的自尊。那皇兄便出去，免得受累。你真是不识好歹，如儿还想着弥补你，结果你还这么个样子，哼！弥补，不过是时时刻刻提醒我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废人罢了。丽如，你欠我的，迟早有一天，我会让你连本带利的还回来。在这座吃人的皇宫里，我是出了名的性情古怪，伺候我的宫女被我到处发落，河宫上下的宫女太监都拼命花钱走关系，就是不想来我这里。可是，一个永远站不起来的瘸子，天天被这样戳着脊梁骨刺激，脾气怎么可能好？妹妹，你当心些，别摔着了。皇姐放心，我可是骑马小将军，这点高度算什么？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都不确定他把我从假山上推下来，到底是不是故意的。妹妹，都是姐姐不好。姐姐发誓这辈子一定会尽全力弥补你。弥补？他所谓的弥补，就是代替我去骑猎饮宴，然后把那些我再也触碰不到的彩头带回来给我。谁让你过来的？带着你的东西立刻滚出去！可实际上，好妹妹，你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了。父皇和母后绝不会为了一个毫无价值的瘸子，去责怪我这个唯一的完美无瑕的嫡公主。宫里捧高踩低不过如是，便是我的亲生母亲和我一母同胞的亲哥哥太子，也只顾着揣摩圣意，为了那至高无上的权力不顾血亲。我早就习惯了。荔枝，奴婢在。把这些花和鹿皮拿出去烧了，一点灰都别留。何事慌张？公主，大公主那边刚刚送来了一个小宫女。哦，只是送个宫女，你这么慌张做什么？可是那个宫女叫葡萄。葡萄，大公主说这是给您解闷的，公主若是不喜欢，奴婢这就去叫人，即刻把她拖下去乱棍打死，绝不碍了公主的眼。在这偌大的宫里，只有我这儿的宫女以水果起名，
李如给他叫这个名字，送到我这里来，是要来特意气我啊？我倒是无辜的。他勾引太子，秽乱宫闱，死有余辜。公主别看。当年我最看重的宫女葡萄，就因为太子看上了她，母后为了保全太子的名声，随便找了个借口将她活活打死。李如知道这件事，知道这是我心里拔不掉的刺。公主，奴婢去叫人。急什么？既然是大皇姐的一番好意，那我可不能拒绝啊！把人带进来，给我瞧瞧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进去，动作快点儿！没规矩的东西！大奴才，你竟敢打碎公主御赐宝瓶！来人，快来人，把这贱婢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！好疼，好疼！这什么破木头这么硬？是不是实木的啊？吵什么？公主恕罪，这奴才毛手毛脚，惊扰了公主，奴婢这就处理了她。这就是传说中那个残暴嗜血的残废公主，长得还挺好看的，就是这腿。公主，我是不小心的，地有点太滑了，我一下子没站稳。大胆，怎么敢在公主面前自称我？你没学过规矩吗？规矩太多了，培训班大妈讲的太快，奴没记住。我为什么不多看点小说，学习一下宫斗？天天看那些医书有什么用？这蠢样确实不像是李如培养出来的刺客，倒像是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缺心眼儿。看他这副不知死活的德行，难怪李如要把他送来送死。公主，奴婢立刻就把这不长记性的东西提溜出去，绝不脏了公主的眼。不必了，磕磕碰碰常有的事，一个瓶子而已，又有什么要紧的呢？对嘛对嘛，岁岁平安，公主大气。闭嘴！你就留在这里吧，就叫葡萄。好的，老板。不，谢公主。留下她，不过是我无聊之中日行一善，却也是为了恶心李如。但没想到，这个缺心眼的丫头，日后竟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惊喜。咦，这块肌肉还没完全萎缩，这条腿难道还有感觉？葡萄，你半夜跑到我这里捏我的腿做什么？公主，实不相瞒，奴是学医的，我刚才摸了摸，能治好您的腿。葡萄，你小心些，贴着门边轻手轻脚的出去，不要吵醒在外头守夜的荔枝，不然仔细你的皮。公主，您不信我，快去吧。公主，您跟他们说的不一样，您脾气挺好的。你是真的不怕挨打呀？脾气好。若是你知道这深宫里有多少人死在我的算计之下，就不会这么觉得了。你这死丫头，不光上肢敢睡过头，竟然还跑到花园里去薅花！我这是看公主屋里太闷了，采点花给公主插瓶子看看嘛。你的手和脚是怎么长的？如果都不想要了，我现在就去禀了公主，让公主把你的手给剁了当花肥。公主才不会呢，公主人可好了。看来你是真不知道啊，
咱这位二公主是出了名的脾气古怪、暴虐成性。你要是不怕死，随便你怎么折腾，我也不管你。你这就是把人妖魔化了。我们公主好人，我看啊，你这个当奴才的摆的谱比公主还要大。你个小贱蹄子，反了天了你！你敢打我？我打你怎么了？我这是在教你规矩。教规矩？我的规矩，老娘不受这窝囊气。退！公主，您今天想听哪一本书？我奴读给您听呀。这丫头又是被人设计了吧？我什么时候需要人读书了？哎，不是有人和我说公主喜欢人读书解闷吗？不过我倒是挺好奇的，你一个粗使丫头，你识字？那是当然，我可是博士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！一得意忘形，把现代的学历吐露出来了。这可是古代博士，那是大官才有的称呼啊！既然如此，本宫便封你为这长乐殿的书房博士吧。啊，书房博士？公主，您就不追问追问？葡萄。哎，我在呢。安静点儿。哦。把果子递给姑。流氓！你这个要造反的死丫头，今天便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！来人，把他拖出去打死！公主，公主救命啊！他捏我屁股，我是条件反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殿下，这丫头风言风语，竟然敢冲撞太子殿下的颜面，是留不得了。慢着，殿下，他可打了太子啊！你现在倒是出息了，张嘴闭嘴就要打杀人命。你是长乐殿的奴才，还是东宫的狗？公主恕罪。宁儿，他也是照规矩办事，维护姑的颜面，你又何必护着一个贱婢？在我面前如此咆哮，也是规矩。姑政务繁忙，还隔三差五来探望你。旁人都说你性情古怪，只有姑这个做兄长的不嫌弃你。你这般，难道不顾你兄长的脸面？皇兄，你隔三差五来我这儿干了些什么龌龊事？当真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送来的这绣品是皇长姐李如的吧？需要我提醒你，上次在李如宫里的假山后，你衣衫不整的在干什么吗？我们不如现在就一起去父皇面前理论理论这所谓的兄长脸面。这叫荔枝的奴才，我是不想要了。既然皇兄喜欢他尽忠，便把他带回东宫去吧。罢了，你便一直这般古怪吧，惹人厌恶。便是亲兄长也救不了你。因为你的腿疾，这宫里上下所有人都让着你，哄着你，你到底还要闹多久？母后快消消气，别气坏了身子。妮儿，你何苦为了一个低贱的宫女去得罪太子哥哥？你和太子哥哥都是母后所出，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骨肉至亲啊！骨肉至亲，我看你和太子倒更像是一母同胞。又来了！本宫10月怀胎，怎么会生出你这样小性不知好歹的公主？母后别生气，妮儿毕竟可怜。正是因为你如今是个残废，你这辈子都毁了。以后这皇城内外，你还得指望你太子兄长照顾你，你怎敢忤逆他？那母后觉得我这个残废该如何讨好我兄长呢？你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，你现在立刻把那个惹事打太子的宫女杀了，以儆效尤。母后自然也会去劝劝你兄长，让他大度些，不要跟你一个瘸子置气。
您还以为我是小时候那个任人摆布的李妮吗？谁敢动一下这丫头，就等着我把那些丑事彻底闹到父皇面前去吧。看看父皇是更在乎他太子的脸面，还是在乎皇家最后的体面。你这个孽障，孽障！母后，还请不要跟我这个疯瘸子计较，慢走不送。母后，不要同妮儿置气，妮儿从小就有小性子，不像我，只会体贴母后，绝不惹母后伤心。在这个吃人的皇宫里，除了我自己，谁也别想动我的人。公主，这丫头当真是没有学过一丝一毫的规矩。我虽然看剧不多，我虽然见识短浅，但是我知道，这次是我连累公主了，我害公主闯大祸。我救你，自然是因为你没有过错，是非曲直，本宫心里清楚。对不起，公主，真的对不起，是我害了您，要不是因为我……好了，收起你这副哭哭啼啼的做派，本公主没有你想象的这么软弱。公主，让我给您治腿吧，我真的可以。治腿？太医院那么多白发苍苍的老太医都束手无策，你一个黄毛丫头竟然说可以？收起你的大话，退下吧。太好了，睡得像头小猪。这丫头还不死心。我的腿好像又有感觉了，难道真的有希望？昨夜的事绝不能声张，这丫头真是跟天借了胆子。若是让旁人知道她敢给我施针，明天她就得身首异处。葡萄，你可知这宫里的太医最是难做啊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宫里的太医不敢冒险，就怕万一有个好歹，落得一个全家陪葬的下场。宫里的太医也不敢说实话，治得好治不好都得小心斟酌。你知道前朝那个给贵妃治腿的王太医是怎么死的吗？怎么死的？治不好，被陛下挂在了太医院的门口。还有那个李太医用错了针，被活生生拔了舌头。这么恐怖，让这小丫头知道厉害就好，看她以后还敢不敢大半夜乱跑。勇敢扑逃，不怕困难；勇敢扑逃，不怕困难。这丫头要不是在我宫里，以这副蠢样，在这吃人的皇宫里绝对活不过3天。这丫头今天怎么鬼鬼祟祟的？这2天我竟然冒出想让她去太医院学学，可她这冒失性子，去了怕是连小命都保不住。公主，您为什么一直看着我啊？
你不看我，怎么知道我在看你？奇变偶不变，也不是，误会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公主好博学啊！公主看的书方方面面都有，鬼谷子、水晶柱，简直囊括了文理工。而且我看了公主的手抄，公主学的好。她是不是不知道她说这些话会死的？一个小宫女哪里知道这么多深奥的书？这不是明摆着暴露了她行迹可疑吗？哦，怎么，你不但识字，还能看得懂这么深的学问？这个，我是看公主的字写得好，对，字那么好看，一定学问也很好，绝对是这样。原来如此，你这丫头倒是精乖。公主实在不必困于这张轮椅，您经才结义，该是最出色的女子。经才绝业，这是我小时候姜太傅用来形容我的词。那时候的她摸着胡须，满眼都是对我的赞赏。父皇，儿臣追上您啦！吾女更胜男儿，乃天赐我李家之珍宝。二公主天资卓绝，六艺精湛，将来必然精彩建业。说什么不要困于这张轮椅，可事实却是，这张轮椅，它困了我整整3年，还将困我一生。远些，烛光刺得本宫眼睛疼。公主，方才听到响动，仿佛有刺客闯入。哪里有刺客？刚才不过起了一阵大风，不必小题大做。去把窗关好，莫惊扰本宫。葡萄还不出来？公主，吓死我了！既然知道怕，怎的还这般大胆？想治好公主的腿。闭嘴！公主难道没察觉吗？您的腿并不是治不好的，不然您不会跟我说那些太医的事。公主，我不明白你们这是什么规矩？为什么能治好的病，要说是治不好的？做大夫的难道不该给患者希望吗？原来这就是书里说的医者仁心吗？公主，让我治您吧。本宫的腿为何这般痛？会疼是好事啊。公主，您的腿是因为压迫了末梢神经。公主，您不会把我当妖怪烧了吧？这些话出了倚兰殿便不许说了。是。那公主让我治腿吗？治腿吧。公主还有要问的吗？我还可以再辩啊，呸！我还可以再解释。太子上次在我这里吃了这么大一个亏，定是要讨回去的。我该怎么给他找点事做呢？公主，不好了！葡萄跑去太医院，被大公主逮住了。他跑到太医院干什么去？他塞银子给小太监弄药，其中一味还是有毒的。谁知道他想干什么？你知道他是怎么惹到李如的吗？葡萄之前是在大公主宫里当差的，负责给大公主煎药。之前大公主不过是有些上火。大公主年纪轻轻就得了痔疮，吃这个药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啊！你放肆！来人，拖出去！这死丫头，该啊！李如向来以宽厚自居，她本想借我的手处置葡萄，没想到这丫头活下来。现在长乐殿那边什么情况？奴婢打听过了，太子殿下刚才也去了长乐殿。哦，皇兄也去了。公主，咱们快去捞人吧，去晚了，葡萄恐怕就没命了。慌什么？让这丫头吃点苦头也是好的。
免得他总不知天高地厚。可是公主，更何况戏台子刚搭好，主角还没唱到高潮，咱们作为看客，怎么能提前入场呢？去派个人盯着，看父皇的御辇什么时候经过清心阁。找皇上？既然皇兄和皇姐这么有兴致，本宫自然要送他们一份大礼。公主，皇上的御辇快到了，按计划行事。皇上驾到！皇上，前便是二公主。尼尔，你今日怎么有兴致出来了？父皇，皇上，公主今日受了大委屈。樱桃，不许在父皇面前胡言乱语。尼儿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谁给你委屈受了？父皇，我又开罪了皇姐。皇后常说尼儿自从腿伤后性子古怪，经常找如儿不痛快。看来她们姐妹之间确实生分了。父皇知道你委屈，你母后想要你们姐妹重归旧好，也太操之过急了些。不敢让父皇母后忧心，儿臣知道自己身有残疾，不讨人喜欢，但绝不愿让父皇为了后宫琐事烦忧。今天儿臣想求父皇做个说和。真的？你愿意主动与你皇姐和好？皇姐毕竟是长姐，儿臣理应尊敬。儿臣想请父皇陪我一起去长乐殿，当面向皇姐赔罪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孩子，朕的尼儿长大了，懂事了。王德，摆驾长乐殿。奴才叩见皇上。你是太子身边的人，这个时辰太子不在东宫温书，为何会在大公主的寝殿外？回皇上，太子殿下他……嘘，谁也不许出声通报。升。父皇饶命！以往就听说你行事不端，却一直没有证据，想不到你竟是藏在你亲妹妹宫里行此暗杂之事，你简直是啊！父皇息怒，这都是误会啊！是那个宫女行为不端，跑来勾引皇兄的，不关皇兄的事啊！父皇，这是儿臣宫里的宫女。说，尼儿宫里的宫女为何会在你这里？谁让你们偏要招惹我？一个德行有亏的太子，一个尚未出阁就给兄长拉皮条的公主，这下全完了。好得很，这就是皇后天天夸赞的好太子、好长女。王德，老奴在。传旨，太子禁足东宫，无诏不得外出。大公主李如禁足长乐殿，去请王德妃给朕彻查各宫宫女，查清这长乐殿里的暗杂事。遵旨。母后大概很快就要气得晕过去了吧？多好一场戏啊！在她来找我算账之前，我还能再乐一会儿。公主，对不起，我又害了您。抬起头来，本宫问你，你今日到底有没有吃亏？若是那碰了你，本宫现在就去剁了他的手。没有，太子没碰到我，我只是去药房帮您取药，不小心撞见了。没分寸的东西，要取药为何不找本公主拿手令？你凭什么觉得你去贿赂几个低贱的太监就能拿到好药？可公主不是说治病的事情得瞒着吗？我怕拿手令会引人怀疑。瞒着？本公主向来嚣张跋扈，脾气古怪，想要什么东西，宫里无人敢不给。至于太医院那些见风使舵的狗奴才，只要不是什么要命的毒药，他们花不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他们没事来管我这个疯瘸子干什么？还需要你自作聪明去找借口？公主骗人！你说什么？公主既不嚣张跋扈，脾气也不古怪，是他们在欺负公主。公主原本就是全天下最好的人。最好的人？这深宫之中，连生母都视我为蛇蝎。她一个外来的孤魂，竟说我是最好的人，放肆！本宫的性子，轮得到你来评判？是，奴婢知错了，奴婢以后再也不乱跑了，绝对不给公主添麻烦，只求公主别赶我走。记住了就行，滚下去洗把脸，丑死了。
妮儿，今日身子可好些了？母后今日怎么有空来看儿臣这个废人？不用去宽慰被禁足的太子殿下吗？母后知道，这些年确实委屈了你。不过，你和你兄长毕竟是血亲，打断骨头连着筋啊。母后，您在说什么笑话？在我们家，血亲值几个钱？三皇兄即将回京，这位战功赫赫的庶子，本就是楚魏最有力的神选，而你的儿子偏在这紧要关头被父皇禁足，你就是心里慌了，才会回过头来求我这枚早已被你弃之的废弃。算母后求你，你莫要与你兄长为敌，母后也会约束好你兄长和姐姐。平时绝不让他们来你这里讨嫌。从来都是你们欺人太甚，何曾轮到我为敌？公主，今日的针灸结束了。知觉，我的腿有知觉了，像是有千万根针在扎，很痛，但那是活着的痛。公主，你有感觉了，对不对？公主，您试试，借着我的力，看能不能站起来。公主，太好了，我也没想到这么容易，那些庸医太可恶了。扶本宫坐下，此事绝不可对外声张，任何人问起，我仍然是个探子，听明白了吗？我懂，打枪的不要，悄悄的进村。你作甚？公主，您站起来了。您都不激动吗？难道连一点点开心的表情都没有？挺激动的。对嘛，公主，这里没有外人，您可以笑哦。舒展的心情对治病可是有奇效的。笑，我会冷笑，会讥讽的笑，可是高兴的笑该是什么样子？太没规矩了，滚蛋！公主，我们缓一缓吧，今天走的够多了，有什么好缓的？这点痛而已，本宫受得住，继续走。公主，干走多没意思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你这脑袋里能有什么好故事？我有个朋友，他呀曾经拥有一大片药田，种满了几千种神奇的草药。又来了，不过倒挺解闷儿。那个朋友还曾长途跋涉，去了比云彩还高的雪域高原，只为了采摘一株能救命的药材。他还去过一个叫非洲的地方，那里的人皮肤黑得像木炭，虽然生活很苦，经常生病，但他们部落里传下来好多古老的草药方子呢。哦，那他可真够闲的。他平时学习其实特别忙，各种考试快把人逼疯了，根本没时间看杂书。不过，公主您知道吗？他听说过一种很神奇的手术。何谓手术？就是在5000多年前，有人给病人的脑袋开了个洞。我看过那个头骨。哦不，我朋友看过那个头骨。那个人在开颅以后，竟然又活了最少10年。天啊，公主您敢信吗？那时候的人连铁器都没有，全靠石头和骨头做的刀子，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原来你见过那么广阔的天地，那么自由，那么神奇。你被困在这个连人命都不如草芥的宫笼里，一定很难受吧？扶本宫回去吧，你的故事明天再讲。听说了吗？圣上今晨下的旨，太子殿下的禁足解了。公主，皇上怎么突然把太子放出来了？那家伙之前干了那么缺德的事儿。前朝的局势变了，三皇兄马上就要班师回朝，带着赫赫战功。父皇是个玩弄平衡术的高手，他不可能让一个手握重兵的皇子一家独大，所以必须放出太子，让他们互相撕咬。这皇帝当的也太累了，亲生儿子还要防着。母后那边这几日可有动静？有，我听相熟的小宫女说，皇后娘娘这几日愁得整夜睡不着觉。太医院的太医被叫去请了好几回平安脉，说是思虑过重呢。他当然睡不着。三皇兄一旦入京，他那蠢笨如猪的儿子就更是毫无胜算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只要他们不来找茬，咱们就能安安心心治腿了。这深宫之中哪有真正的安宁？风浪才刚刚开始。
公主，我那个朋友啊，他可厉害了。三皇兄，好了，没有。葡萄，你先下去。他一方面是担心我的腿暴露，另一方面是担心自己胡说八道的事情被人听了去，会惹麻烦上身。你又叫他葡萄？皇兄，此葡萄非彼葡萄。哪里不一样？这个葡萄，他比较没心眼儿。我知道他是想起了另一个人，他谨慎小心，自以为明哲保身，最后却在自己意料之外奋不顾身。他们从同一个地方来，是又如何？打死母后也想不到，三皇兄和我是同盟。从当初我的腿断了，从那个葡萄死了以后，但同盟之间也有底线。我家的兄妹是不会对对方失去戒心的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你放心，皇兄不至于。妮儿，你在皇兄心中是不一样的。皇兄还有心思来我宫里看宫女？你既回京了，就准备好让母后狠狠咬你一口。公主，这位殿下好像和太子殿下不一样。你莫不是被我三皇兄迷住了吧？嗨，谁想那个啊？我是觉得他比太子殿下更像一位好兄长。你只看他一眼就知道他是好的了？我不看他，我看公主。公主信任他，他一定是好的。是因为我笃定他不会把我能站起来的事情说出去。我没跟这颗小葡萄解释那是利益同盟，好兄长那是假的，生身母亲的爱也是假的。你若不想找死，便防着他几分，以后见到他绕道走。你那是什么眼神？葡萄又不是傻子，我眼睛很亮的，不会看错人。当初一眼就知道公主是好人，现在看三皇子，我也知道他是真心疼爱公主的。可是公主不信我，跟这货也说不清楚。他好像很相信他的什么直觉。三皇兄根本无母族的势力可借，他明目张胆的回京夺嫡，基本没人看好他，甚至觉得他脑子有点问题。没过几日，我果然听说三皇兄惹上麻烦，朝中大臣把他在边关的事情翻了出来，狠狠地参奏了一番。他甚至因此而下了大狱。本来他的母族就不行，偏偏他的妻族这次又背叛了他，眼看着是没救了。从小你便与三皇兄亲近，我想你是想指望他吧。可惜啊，你阿错了宝啊，他下狱了。你吃我这么多东西，不怕我毒死你？你放心，母后挠你挠得很，这会儿也快忍不住了。我啊，可等着他收拾你。完了，我被变态惦记上了。不是，我相貌平平，胆小如鸡，为什么要惦记我啊？难道是因为我拿了什么炮灰剧本吗？没出息！三皇兄惹上麻烦了，甚至因此而下了大狱。本来他的母族就不行，偏偏他的妻族这次又背叛了他。母后和太子大约是觉得危机解除了，又开始扬眉吐气。妮儿，来，怎么来找父皇？是不是又受了什么委屈？父皇，我来给三皇哥求情。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？三皇兄以军费经商，并放栗子钱。如此，你还觉得他可赦？父皇，恕儿臣直言，兄长所率领的西北军屡次大破蛮夷，军功显赫，不像军心溃散的样子。所以，若主帅霸占军费以谋私利，怎么会有这般景象？民为军敬，兵卒亦为主帅之敬。我觉得皇兄或有隐情。你可知
这是他与你亲兄长之争。这个问题是个陷阱。三皇兄亦是兄长，我一共有11个兄弟。尼儿所请，父皇会细细考量。父皇，三皇兄这次挪用军费，数额巨大，儿臣以为若不严惩，恐难服众。儿臣知道三皇兄劳苦功高，但这规矩不可废啊！若是兵部那边人人效仿，国将不国啊！规矩？你跟朕谈规矩？你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？西北军艰难，军费被兵部那帮蛀虫克扣，老三面临强敌，连饭都吃不上。难道要他等着朝廷慢慢走规矩发钱，导致延误战机，丢了朕的江山吗？父皇息怒，儿臣不知内情。他拿了那笔钱去运作，全是为了前线的将士。他没向朝廷哭穷，把万般苦楚都自己扛了。这个儿子不但立了功，还保全了朝廷的颜面。传朕旨意，三皇子李琴挪用军费，本该重罚，念其事出有因，且保国有功，小惩大戒，即刻释放，官复原职。奴才遵旨。三殿下受苦了，陛下有旨，您官复原职，跟老奴回去更衣吧。父皇圣明，多谢公公。果然如尼儿所料，父皇重大局，我这条命保住了。公主，三殿下被放出来了，陛下还夸了他，太子反倒被骂了。哦，父皇本就是小惩大戒，太子鼠目寸光，成不了事。殿下没事就好，以后也是您的帮手了。深宫里，靠得住的只有自己。这盘棋终于走活了第一步。渴死我了！那是我的杯子。自家兄妹计较什么？这次失算，没想到于氏会捅我一刀。他是我正妃，竟倒戈后党，连后院都没梳理明白，还是尽早回边关去吧。你这丫头太刻薄，我刚从鬼门关走一遭。刻薄，连枕边人都防不住，你在京城怎么活？你怎么一盏茶功夫说服父皇的？快说说。连父皇心意都不懂，尼儿，就跟兄长说说。你尽早回边关去吧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没用？多少是有一点。后院起火，不该发生在带兵统帅身上。行，我没用，我回去面壁思过。公主，你们兄妹俩感情真好。是他瞎了还是我聋了？我刚才是在骂他没用，他哪只眼睛看出来感情好了？殿下看你眼神可温柔了，有人心疼您，我就放心了。你给我滚出去！啊，我说错什么了？滚！你反了天了，打定主意和你亲兄长为敌。我救皇兄，父皇都赞我有情有义，怎到母后这就成了与兄长为敌？你别装傻！太子与李琴势如水火，你帮李琴就是害你亲哥。你为何恨本宫恨你亲哥？就因为你的腿？就因为我的腿？不止。母后可记得我宫里从前的大宫女葡萄？那个贱婢，你竟为了她与亲哥作对！我只是提醒您，他若活着，三皇叔不至于被逼至此。你疯了，简直是个疯子！你手上的人命，终有人会讨回公道。不过一个卑贱宫女，当时本宫只能弃军保帅。可如今，要向您讨债的是三皇兄啊！你们走着瞧，本宫绝不会让你们得逞！公主，皇后娘娘脾气暴躁，掉发严重，走路头重脚轻，我看她是到更年期了。更年期？那是什么怪病？不是病，是女子年纪到了，气血运转变化，易暴躁、心悸，受刺激还会出精神问题。娘娘状态已经很严重了。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母后已控不住情绪，太子无能，没他仇后，绝无胜算。刚才皇后说的贱婢，
你以前是不是也有一颗葡萄啊？眼前的葡萄与旧葡萄长相个性不同，却都来自神秘地方，骨子里有不畏权势的善良。当初李如推我下假山，事后还抵赖。公主，别怕，奴婢带您回去。公主，有科学家困在轮椅却能探索宇宙，还有聋哑女子写出传世文章。这篇假如给我3天光明，你也要像她一样坚强。是她让我喜欢看书，让我觉得自己不是废人。放开他！你给我住手！此剑必怠慢公主，赐死。公主，您不要怕，我要回我来的地方了。母后以为我忘了吗？这笔血债，我会让他们1000倍100倍偿还。葡萄，你可知我为何留下你，并给你取这个名字？因为公主喜欢吃葡萄。那个葡萄是三皇兄年少时爱慕的女子。三皇子殿下，三皇兄的生母殷贵妃身份特殊，是前朝公主。前朝亡于民乱，最终夺了天下的是我家。她后来开始酗酒，好几次差点掐死皇兄。三皇兄因此十分茫然，常常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是不是就是个错误。那个葡萄是这世上唯一一个告诉他你的出生没有错的人。那后来呢？他死了，被逼死的。他死后，三皇兄便远走他乡，一个处境尴尬、几乎被所有人抛弃的皇子，如今终于有了一战之力。公主，我明白了，因为那颗葡萄，三皇子才常常来公主这里的吧？你什么意思？她真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子。我想这份兄妹情谊是她临别赠予公主的礼物。我和皇兄不过是同盟。哎呀，我不会看错人的。滚！哦。小，太小了。只要陛下动心，太子地位就保住了。母后，您身边的宫女怎好佩戴凤簪？这是御举之罪。皇后，你最近愈发糊涂了。臣妾知罪，求陛下恕罪。退下。妮儿，你可还记得你姨母？父皇是问那女子与姨母像不像？记得。姨母仪态万方，既是我们的母亲，也是天下之母。天下之母，好一个天下之母！皇后竟敢用贱婢冒充元后，奇耻大辱！母后斗垮诸多妃子，最终竟败在我这个她看不上的残废手里，太蠢了。你要和我不死不休吗？你真的是我生的吗？葡萄，你先出去。公主小心，她特殊时期难自控。母后又怎么了？你这些年都是装的，对不对？你读这些书就是为了今天，你早和那个孽种结盟了。对，他本应求我，可他已无理智。我到底对不起你什么？你要害亲哥，害亲生母亲。母后，要怪就怪您没让皇兄多读书，不然他也不至于让父皇这般厌弃。娘，使不得！我死！放火，烧死这个孽障！你知道本宫病了。这是娘娘的药方，配伍严谨，需用文火慢煎，3碗水减至1碗，空腹服用。听葡萄说，母后在吃一些特殊的药方，每日密照太医，瞒得天衣无缝。娘娘，火太大，快走吧！我知道，我甚至知道你夜不能寐，心惊恐惧，一夜失医数件，早上枕头上都是头发。母后，
趁人病要人命，我是跟您学的啊！是你们先欺我残的，本宫只当没生过你这个孽障！他想烧死我，对外说失火，为太子斩出麻烦。我在这儿，他会来我不意外，毕竟他傻。走。救火！二公主若有闪失，你们全部陪葬！陛下，火势太大，冲不进去啊！我的女儿啊！宁儿，晴儿，你的腿，你站起来了！你怎么可能？父皇，儿臣无事。皇妹的轮椅已被烧成灰烬，若她今日仍站不起来，早已成了焦炭。儿臣实在是无法想象，皇妹若是生生被困在轮椅上，被活活烧死，那是何等凄厉的场景！长乐殿的火怎么烧的？你这毒妇，竟敢谋害亲生女儿！陛下明鉴，臣妾冤枉，只是不小心打翻烛台走水，服毒不识字，臣妾怎会害您儿？走水，偏偏在皇妹书房走水，偏偏门窗从外面锁死。本宫我不知道，跑的时候不小心关了门。既不承认，便是另有其人。父皇，儿臣瞧见东宫内室鬼鬼祟祟，定是太子纵火。你胡说，不许拍压太子！那皇后说火是谁放的？不是太子，就是你。好，传旨将东宫上下打入大牢，严刑查案。不要动太子，是臣妾放的火，臣妾头疼难眠，控制不住自己，臣妾失心疯了。陛下，皇后服用偏方治气血逆行，确有躁狂之症。传旨，皇后突发恶疾，封闭中宫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失去自由的疯子，比死人更没有威胁。我是透明人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废墟里刨出的孤本，只烧了边角还能看。葡萄那丫头呢？这丫头中邪了。知道后宫水深，怕了。原来那个葡萄也一样，骨子里的骄傲藏不住。皇兄，他希望我们好。我知道，若是现在相遇，我们一定能护得住他。可世间没有如果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小命保住了。李如送他来，算是做对一件事。皇妹，是时候了。你受的委屈，断的腿，还有他的命，兄长替你连本带利讨回来。让我见父皇，快让我见父皇！救救儿臣啊！为什么要送我去北蛮和亲？那是茹毛饮血的孤寒之地，儿臣去了就是死啊！大公主止步，陛下正在批阅奏折，不得擅闯。我是嫡公主，
对不对？若不是看在你母亲份上，你活不到今天。你将亲妹妹推下假山，致其双腿残废，罪无可恕。传旨，加封大公主为固伦和亲公主，3日后遣送北蛮，不得延误。三皇兄雷霆处置李儒，出乎我意料。留着李儒本可做棋子，他却直接将其送去北蛮。公主，喝粥了。端个粥，你怎做贼似的？公主，我听说大公主哭晕了，过2天就被送去北蛮。消息倒灵通。三殿下哪里是为朝政，分明是心疼您。你前几天还说要夹紧尾巴保命，怎么又胡说？保命也能说大实话，我的眼光不会差。公主是全天下最好的公主，三殿下是好兄长，你们值得被好好对待。我们互相算计半辈子，竟真有全心为我出头的人。就你话多，滚！好嘞，奴婢圆润的滚出去。李儒不肯去和亲，还在宫里闹绝食自尽。父皇很是头疼，我自告奋勇去劝他，父皇犹豫了一下，允了。我不去北蛮，父皇好狠的心，我是他亲女儿。公主，你3天没吃东西了，身子会垮的。滚，都给我滚！你来干什么？瘸子，来看我笑话的！出去，关上门。我来问你，为何如此恨我？我从未招惹过你。为何？我们是嫡出公主，生来就是死敌。我样样不如你，父皇总赞赏你，我只能做你的陪衬。我恨没能摔死你，竟输给你这个蠢货。你的腿没瘸？成王败寇，你去和亲还有活路，否则迟早死在我手上。公主，想起大公主我就后背发凉，没想到她13岁就推您下假山，心思这么深。你们李家的人生来就有180个心眼子，我这种人在你们家活不过第1集。我家的人吃人不吐骨头，可三殿下不一样。你是不是喜欢我三皇兄？我不是，没有，公主，我对他绝对没有非分之想。那你总帮他说好话。我只是想您开心，您提到他时嘴上嫌弃，人却很放松。我们那边好多穿越女，最大梦想就是跟皇子谈轰轰烈烈的恋爱。但愿这个葡萄别有那种心思，她不适合深宫。穿越女好难养，以后再也不养了。把地上的水擦干净。好嘞，公主，还要再按按腿吗？按个屁！闭嘴。皇妹，姑这身衣服可还合身？参见太子殿下。兄妹何须虚礼？我终于等到你被立为太子这一天。废太子党羽已清理完毕，母后也被禁足，再无翻身可能。太子之位便是君，谁敢算计你，便是谋逆。只有把他彻底踩进泥潭，才无翻身之机。只有这样，他才无力找葡萄麻烦。他永不会忘，身败名裂从这个穿越女开始。他懦弱，只敢欺辱下位者，不彻底打垮他，葡萄必死无疑。你为护那丫头煞费苦心。他救我腿，我便保他命。宫里绝不允许悲剧重演。你放心，有姑在，没人能伤你。公主，太子殿下，你们找我，是不是我又做错什么了？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贫民户籍。从今天起，你是自由身，不再是宫女。这里的东西够你舒舒服服过一辈子，花完再来要。银票、金条，这么多。
这是你的随从，护你走遍天下。你可去守花开看药方，最好成为名医，有所成就。写本传世医书，再给皇妹写游记，写不出来打断你腿。公主，我不走，我陪你。滚！好的，公主。你会照顾好公主的，对吗？会。这是穿越你能有的待遇吗？太感人了。来人，把他扔出去。公主再见，我会想你的，一定要按时热敷膝盖啊！你可以跟他一起走，远离深宫算计，过自由自在的日子。算了，我不习惯车马劳顿，生来就长在这泥沼里，外面的天地未必适合我。我没想到兄长会舍得放他走。你把他护得那么紧，像护着眼珠子似的。再说，我怎能恩将仇报？什么？医治姑的妹妹，让她重新站起来，这是大恩。所以，他们这些穿越女，果然只要来了，就会在这个世界留下一些东西，比如这冰冷残酷的大明宫中，原本绝不可能会有的亲情。哥，以后这大好河山，我陪你一起守。宁儿，朝臣上奏说你摄政过甚，还说你要效仿武皇。效仿武皇，他们倒高看我。你别放心上，皇兄知道这些年你为了朕，为了这大好的江山付出了多少，皇兄永远不会猜忌你的。我知道。妮儿，你心安吗？有皇兄在，妮儿就心安。葡萄也说皇兄是好兄长。葡萄，他的话必然是对的。不知他现在到哪儿了？他去了江南开医馆，名气很大。深宫困住了你我，别再困住他。他属于广阔天地，这天下是你我共打下来的。朕在位一日，你便是最尊贵的长公主。留言朕替你挡。多谢皇兄。